那么政府就会带头种韭菜。So the market cap is $2.168 trillion. 我日了，这个鱿鱼币啊，在短时间内暴涨了7、8倍，几乎是一天翻1倍。大家好，我是面具人，今天咱们来讲财经啊。今天的重点是 NFT， 我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最新的行业消息，以及我的一些个人的看法啊。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会讲一讲雪崩链上的 NFT 的一些前景以及我的看法。我今天在节目最后啊，还会给大家看一个台湾人做的一个杀猪盘，而且呀，我还找到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会直接给你显示，我靠，这个老外啊，白人是如何被这个台湾人杀猪盘给杀的，这个被一跌下来的一瞬间，我告诉你他的那个表情呀，哎呀，太搞笑了。这个视频我在节目最后放给你们看啊。那好，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顺便呢把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本月的大奖 Axie 植物类的蛋以及500 USDT 直接转账的大奖哦。好，首先来给大家说一个非常重磅的令人难受的消息，那就是福布斯于10月28日发文谈到了 NFT 税收的问题。其中讲到了，尽管美国国税局 IRS 尚未发布任何有关于 NFT 的具体税收指导，但大多数基于 NFT 的艺术品都可能会被归类为收藏品，并且呢，给出了3种收税标准，有3种场景可能会触发收税的事件，分别是使用加密货币购买的 NFT，将 NFT 套现，或者是 NFT 交易另外一件 NFT 来获得加密货币形式的 NFT 版税。也就是说，你买 NFT 或者是别人用你的 NFT 去交易产生了一定的版税，那你还要交，听懂了没？就是版税的收入的税啊。哎，我闻到了丝丝的共产的味道啊。这个设置基本上是面面俱到了啊。看，使用加密货币购买 NFT， 将 NFT 套现，或者是用 NFT 交易，等于说，这个税收啊，贯穿了所有的 NFT 交易啊，滴水不漏。此外呢，这个文中还提到了，用户持有一项资产不到12个月就卖掉产生的短期资本收益，对于这个高纳税等级而言啊，短期收益最高纳税比例可以达到37%，也就是说，你拿到了这个 NFT， 但是呢，你第2天就卖掉了，你还是要交税。我操，真的是很厉害啊！年收入超过一定门槛，还得需要交纳3.8%的投资所得税啊，等于说是各个方面啊，只要你玩这个，你就逃不掉去交税啊。还有它这个还有一个规定啊，就是加密货币长期的资本利得税最高可以达到20%。同样的，你的这个通过加密货币或者是 NFT 有收入的，长期靠 NFT 营收的，征税比例可以达到28%。哎，不行，我晕了，这个收税的条目条框框类目非常的多啊。把我都看晕了。总之来说就是滴水不漏啊，面面俱到。但是呢，这里面啊有一个非常重点的问题，这个公告里面没有讲啊，那就是我炒币，我买 NFT 亏了咋办呢？哦，赚了我要交税，那亏了呢？亏了你政府给我分担不？分担肯定是不可能分担的嘛，对不对？总之呢，就是亏钱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你活该。赚钱了你就得拿出来给大家伙分，就得上交给国库，对不对？各位观众，我这样理解没问题吧？哎呀，天呀，加密货币投资 NFT 投资，这是属于高风险行业啊，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从这个行业赚到钱的啊，或者说是大部分人在这个行业基本上是亏钱的。
那你说这些从事高风险行业的人，他还要把这个赚到的钱拿出来再给国家上供，有点不合理啊。除非你国家也跟他共担风险，那还行，对不对？这个消息坏的一面就是政府开始参与割韭菜了，但是呢，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如果说政府也能参与进来割韭菜，那么政府就会带头种韭菜。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好，来说第二个消息啊，看图。OneUp 由于使用了受版权保护的材料，用超级玛丽的形象作为自己区块链游戏的宣传噱头，也因此呢 ，OneUp 的币在短时间内暴涨了7、8倍，几乎是一天翻1倍啊。然后呢，这个事情被任天堂给发现了，然后呢，任天堂就把 OneUp 给举报了，然后呢 ，OneUp 所有的宣传资料都被 YouTube 给移除了，然后呢，它的币价也就暴跌了。不过呢，这种暴跌一般都是庄家借势出货导致的。其实呀，这种贴皮币、贴皮游戏从设计之初就考虑过它有今天的结果。甚至呢，原版不去告他都会自己揭发自己，说自己被告了，然后呢，借机撤池子出货。同样的，这几天大火的鱿鱼游戏币啊，就是那个鱿鱼币，台湾网站上，包括很多中文群里面都在传这个事情。这个币呀，是台湾人开发的，它的宣发材料全部用的是鱿鱼游戏的原图。总之呢，国人盘子面具人我是一律不碰的。这种币的营销玩的就是个幸存者偏差，甚至是骗。你们看图啊，这个币的 K 线它是90度的垂直向上涨的，对吧？那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这种 K 线的走势正常吗？来，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其实做这种交易 K 线是很容易的事儿。这个盘子它从头到尾的交易资金只有200万美金。200万美金一天刷5笔左右的交易量就能够达到1000万美金了，对不对啊？日交易量有1000万，或者是他把它拆分成非常多非常少的这种小笔交易，不停的刷，用机器人去拉盘，反正都是自己的钱，左手倒右手，它没有任何风险，最多就是个手续费的问题。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把币价设置为1美金，然后呢，我直接扔进去200万美金。然后呢，你们就可以看到类似于这种的90度的垂直的太阳线，币价直接拉破天。然后呢，我再用这种 K 线啊，短期内涨了2000倍、8000倍，去买广告、买新闻、带节奏，派水军去各个群组营销，什么这个鱿鱼币呀、面具币呀，一天涨了300%、200%、1000%。其实呀，在它涨之前，你根本就买不到，因为没人能知道。200万美金算什么嘛？面具人的基金会一天就能给你干出去1000万美金。所以说呢，越是这种极端的情况，你们越要小心，不要相信什么暴富神话啊！你们看图啊，鱿鱼币的推特已经被停了，据说是因为版权问题啊，可能是原版告他了啊，举报他了。然后呢，再来看这张图。面具人，我分析啊，这个币其实是没赚到什么钱的。你看，它是21号开盘的，总共有16万笔交易。你们看这些交易啊，看这些列表，这其中的交易基本都是机器人向上抬价仔刷的交易量，真实交易没多少，都是这种无限小数点的，一点一点的往上挤啊。而且呢，这个币还是币安链的，又是币安链。你们看这些图啊，我日了。这个鱿鱼币啊，我操，直接从顶点垂直又跳下来，从最高点的2000多 U 一下子跌到了0.000000几，这就相当于把所有人的钱一次性给撤走了。我的妈呀！看来这个大陆网传台湾电信诈骗很厉害，真的是名不虚传呀！我的天呀！ So the market cap is 2.168 trillion dollars. And now the mark, oh, it went to zero.
我告诉你啊，你别看它的这个交易量多，这种现象就是，哎，你看面具人我的节目，虽然播放量才1-2万，但是你们可以随便去币圈的群呀，去币圈的圈子里面 X 的群里面问问看，有几个不认识面具人我的，反而那些个，哎，下面都是，哎呀，大神你好棒呀，哎，我不看你节目我就难受呀，每个节目刷上几百个留言，刷上几十万流量的那种刷流量几十万的博主。他们貌似掀不起什么节奏，带不起什么浪潮。有时候呀，我告诉你们，眼见不一定为实哦。好，最后再来说一个有关 NFT 的消息啊，就是雪崩链现在的 NFT 发展的貌似不是很迅猛，人家脸书都要支持 NFT 交易了，可是雪崩链目前的 NFT 确实是比较少，也就是小企鹅和建造猿猴之类的吧，啊，比较有名一点的，那雪崩链为什么 NFT 比较冷清，甚至它整个链条啊，这个热度不是很高啊？主要的原因是雪崩链现在的操作比较复杂，对接的直连钱包比较少，所以呢，雪崩的 NFT 甚至加密货币都是比较冷清的。但是这个并不妨碍它的社区共识，并不妨碍这个币的根基稳固。越是这样，它越是稳固。面具人，我称之它为蓝海。如果到时候大家都发现雪崩链好了，都进场雪崩链了，那雪崩链就成红海了。雪崩链的响应速度啊，比币安快，手续费呢还比币安低一点啊。同时具备了马蹄链和币安链的优势。马蹄链有时候容易卡啊，雪崩链是一点都不卡。哎，等这个雪崩链成了红海以后，那不就没你赚钱的份儿了？你们注意观察啊，雪崩链的市值可是在稳步增加的哟，并且呢，雪崩链上的项目几乎没有币安链日常的那种动不动就跳水的现象出现啊。大盘涨，币安也很难涨，跟个死狗一样；大盘跌，币安直接死给你看，直接跳楼。我告诉你，雪崩链上的用户大部分都是一些专业人士，并且呢，这些人的共识是非常强的，他们是非常有底气的，所以呢，雪崩链上面的各个项目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不会出现那种动不动就跳水的现象。总之呀，企鹅、穿山甲，包括马蹄链的一些项目啊，我会继续埋伏。币安链上面的项目呢，我除了蛋糕币啊，这个蛋糕币是它的保命头部项目，我敢买，其他的项目我一概不买了。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啊。那今天我就不推荐什么新的币了。如果各位有想要跟我了解潜力项目的，可以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我一概不买了。不知道各位观众怎么看啊？可以在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那今天我就不在节目中推币了啊！如果各位有想要跟我了解潜力项目的，了解我的推荐的，可以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我们群里面再见，我们下期再见，祝你好运，拜拜。